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骑着我的电动摩托车，也就是电驴，从我们这里呢到邻近的平乐县奥塘镇去，回来呢又经过莲花镇，我拍了2期，朋友们的反响比较好，觉得我们这里呢非常美。唯一不足呢就是农民的房子不太漂亮，这是实际情况啊。另外，有的朋友呢提醒我，就是我昨天这样一个手握着摄像设备，另外一只手呢握着电动车的方向盘，太危险了，叫我还是买一个三脚架，然后呢固定到摩托车上面。其实啊，朋友们，这些我都考虑过，而且我已经试过了。我发现安装那个三脚架在比如说电动摩托车上面，它走的时候拍出的画面还是不怎么稳定。所以最后呢，我还是舍弃了那种方案，我还是用手握着，因为我骑的速度并不快，可能大家看着画面比较危险，其实真正自己骑的时候没有感到危险，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提醒。假如比如说我见到某些场面危险的话，我一般会2只手都握着方向盘，所以这点我是可以做到的。我来唠嗑一下我这几天干什么吧。除了骑着我的电驴到处走走之外，其实呢，我还干一些正的事情，比如说这2天吧，我一直在准备我的各种各样的文件。我现在准备恢复中国国籍，而且目前呢，我正在操作这件事情。我希望呢能够顺利办成啊。其实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谣言，说中国身份是世界上最难的，然后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谣言啊，传言。因为很多朋友自己没有去办过，只是网上一些谣传，所以呢自己就相信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并不是这么回事。只要你有那个心，只要你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我认为恢复中国的国籍还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个难度并不是特别大。像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已经入了他国国籍的住在海外的华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你所在国的大使馆或是领事馆去办理，应该是可能的。我就准备在德国进行申请。这次我回到我的老家，除了照顾我的母亲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文件把它准备好。所以呢，这2天我跑我们的派出所，跑我们县里，因为我原来是农村户口，后来读书之后呢，我的户口就变成了城镇户口，我的情况比较复杂。然后我又出国了，而且不知道哪一年我的户口呢被销了，我自己没有主动去销，应该是我们本地的那个户籍部门可能帮我销的，销户了，而且电脑没有存档。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呢，在我老家可以说是像空气一样，以前也没有存在。我需要一个销户的证明，但是目前我的户口他找不到我的信息。好在我这个人呢，喜欢保留各种各样的文件，所以呢，我这次回来，我还找到了我当时30多年前我的户口本，是我自己的。有这个户口本，我就可以去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或者户籍管理部门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帮我开一个白纸黑字的户口注销证明。把这个证明呢，我带过德国去，然后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当地的领事馆。这是其中一个文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的出生公证，证明我和我的父母，比如说是父子关系以及母子关系，这个也需要。这次回来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发现，还好我母亲告诉我了，因为我原来一直不知道我有一个土地使用证是以我名字的也就是说我在我的老家还是有房产，以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我母亲她告诉我，她说在她的柜子里有一本那个红本本，是我的名字的。然后我打开，我大吃一惊，那是土地使用证，真的是我的名字也就是我虽然是外籍公民，但是呢，我在我们中国老家还是有我自己的宅基地，有一栋房子，那是泥砖房子。而这栋楼房虽然我出了钱，但不是我的名字。你看，就有那么搞笑。而且大家现在知道吗？在中国，目前农村户口要比城镇户口更好。为什么？因为在农村有宅基地，还有田地，所以这点呢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昨天我问了我们这个镇的户籍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他说如果你想迁回农村，几乎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在农村有房产证，也就是有土地使用证。你看，
他这么一说，然后我回家，我母亲告诉我，我有这样一本房产证或者土地使用证，真的让我喜出望外啊！也就是说，如果我恢复中国国籍的话，我可以把我的户口迁回我出生地，就是我们这个村子。然后呢，我还有一栋房子，你说好不好啊？之前我几十年都不知道我有房产证，我妈也没有告诉我，不知为什么。还有这次呢，我告诉大家吧，我去了我们的本地的派出所，就是我父母他们户籍所在地，和我自己原来户口所在地不一样。我自己的户口所在地是我们县的县城，而我父母呢，他们的户口所在地是另外一个乡。不管我去我父母那个乡派出所，还是我去我县城那个是政务大楼吧办事的地方，我发现现在呢工作人员都是20多岁、30岁左右的，我说吧是年轻人。他们的办事态度，我认为呢是公事公办，非常客气，而且我认为呢服务意识非常强，非常有耐心。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的与德国政府办事人员非常大不同的就是，我认为啊中国政府办事人员真的是以人为本，这点说的没错。而且我发现那个办事员是个共产党员，因为他有那个员工的牌子，上面写着。我发现这位办事小姐姐她的那个业务能力啊特别强。因为他一直办着这个户籍这个手续吧，所以我认为他是对这种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还是比较熟悉的。他说，像我这种户口20-30年前的了，当时呢还没有电脑联网，所以呢他马上就到办公室把当时那个簿子找出来了。本来以为我的名字在里面，他说因为我当时啊已经出国太久了，那个簿子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所以他说要回我们镇，也就工程镇那个派出所那个户籍办公室去找我的原始资料。他叫我把我的手机号码留给他。当天下午，也就昨天下午，他就主动给我打电话啊，他就告诉我进展怎么样了。然后呢，今天他又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把我那个户口本啊，把我原来中国护照已经失效了，所以剪角了，把它拍下来，把它发给他。然后呢，他帮我弄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等到他能够帮我出这个证明之后，我自己去拿就可以了。他说就不用我跑来跑去的了。我觉得像这样的人挺好的，他已经给我打了3次电话了啊。在德国想都不用想，真的没有这样的现象。在德国一是一，二是二。你说他是严谨吗？不是，德国这严谨是假的。德国的严谨，用我的话来说是死板，根本就不会替人民着想。你看西方政府还有西方政府工作人员，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吗？反正我的经历不是这样的，与那些公知宣传的，与西方媒体宣传的刚刚相反。这是我这次回来以及以前前2年我去我们这里本地政府办事我的经历啊。我觉得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客气，而且他真正的是帮你解决问题啊。另外我发现啊，最大的不同，至少德国政府办事人员绝对不会主动给你打电话。你想约他约不到，还给你打电话呢，根本不可能。德国是什么？一是一，二是二，死板。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很快解决。他要给你往家里发一份纸质的信件，在德国要2-3天才收到，然后告诉你缺少什么材料，然后叫你上交，然后呢还要叫你先预约一个时间，也许预约2个月之后，比如说我的德国伴侣，他在德国办他的那个新的护照。知道吗？要预约2个月之后才能够去办。他是纳税人啊，本来是自己的权利办一个护照，对吧？但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没时间，2个月之后你来吧。我记得就这个问题我还说过，还那个吐槽过呢。比如说，如果他真的特别急，需要去外国出差，但他的护照失效了，那就去不了出差了呗。他也不给你变通啊，不给你临时去办。哪像你看我，至少我宫城县，我们宫城镇这个政府的小姐姐，那个办事人员户籍的啊，非常客气，也热心，她主动啊告诉我这进展怎么样，还缺少什么材料，为了我不用多次跑那里，然后呢给我打电话打3次。你说这样的办事人员，我肯定需要点赞，对不对啊？回到老家之后，我当然呢会跟我的亲戚朋友啊，还有一些发小啊，他们联系。我这样住在我老家，算是非常深度体验我们本地的生活，对不对？
我完全能够适应我们这里的农村的生活，因为我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而且现在的生活条件要比以前可以说30年前一个天一个地啊，怎么不能适应自己的生活呢？反而我觉得，我们有些在中国大城市生活的人、出生的人，应该是很难适应像我们这里农村的生活。很多基础设施，可能你们在城市习惯的，比如说像公交车呀、地铁啊，你出门一般来说每隔几分钟就有，在我们农村就不太一样了，对吧？因为没有那个需求嘛。因为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所以呢，我知道这里的生活方式。所以对我来说，即使从德国回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所谓的文化差异啊。我不知道我今后的想法会不会变化，至少目前看来啊，如果我能恢复中国国籍，那么我今后落户肯定落户在我们村，落户在这里，因为在这里我才有家的感觉。在这里说点题外话，有的网友看到我这2期视频之后，觉得我们广西特别美，他说他是数字游民。然后他就跟我联系，他说我的建议怎么样？他想来这里旅居一段时间。我开始以为他想常住在这里，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是这里出生长大的，我的建议是你应该不适应这里。然后他告诉我，其实呢，他是在日本居住的一位网友，但是他对日本已经厌倦了。然后呢，他是数字游民，也就是说，对他来说能够上网就可以了，他在世界各地都能够工作。他说只是想，比如说来广西体验住几个月，那我就说这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当然可以来了，对吧？因为你不是长久居住在这里，只是来几个月，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在广西的，我说可能阳朔比较好一点，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要比我们工程更加完备，唯一不同就是那边的消费可能要比工程稍微高一些，比如说房租可能要贵几百块钱。但是如果他在日本工作有日本收入的话，回到我们广西的农村，我认为这个租金对他来说也只是毛毛雨，所以呢，多几百块钱租金对他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其他食品方面的支出与日本相比肯定要低得多，所以如果是有这样工作的人，数字游民，其实啊，你对中国有感情，我特别建议那些人，比如说今年我来广西住几个月，明年我去四川住几个月，后年去什么贵州呀，大后年去云南都可以，全国各地都可以住一遍。而我今后呢也有这样的想法，今后如果是真的母亲不在了，我就可以放心的去全国各地去真正的旅居一段时间了。中国特别大呀，可看的东西太多了，这大好河山真的太多了。比如说，昨天我刷的一个短视频，是讲一个望仙谷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应该是在江西上饶吧。我看了之后眼前一亮，真的那个地方太漂亮了。上饶那个望仙谷肯定也是我一个目的地。中国还有很多的什么凤凰古城呀，还有那个贵州的镇远古镇啊，等等很多很多了，都可以去。然后北方，我想去我们中国最北部的，比如说黑河、漠河那边，我想去看看，体验那边与我们广西南方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人文，一个是气候。我还想去新疆呀，还想去西藏啊。马上我就应该是5月份吧，过了5月黄金周之后，可能我就想去一次新疆了，去拍拍看看有没有新疆这强迫劳动啊，有没有新疆那个集中营啊，这是我非常想去的。景点我倒无所谓，我就想去拍拍普通人的那种生活的场景，南疆北疆都想去一次吧。我相信啊，新疆跟我们广西肯定是区别特别特别大。另外朋友们啊，今后我估计呢，每年我可能会回我们中国回老家几个月。目前因为我是外籍身份，因为这个手的原因，这个手啊，我的手有点残疾。中国的交通法规定，每个手至少有3个健全的手指才能考中国的驾照。所以呢，我不可能办到中国的驾照，因为他要那个拍照片的，把这个手放在这里，看得见我的手，所以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回到我们中国，我只能骑那个电动摩托车，它是不用驾照的。那我就想了，如果我真的办不到那个驾照的话，我想买一辆老头乐，你们觉得好不好？虽然看去特别可笑，但是呢，老头乐至少它遮风挡雨啊，
然后呢，我想买一款续航比较久的，比如说超过100公里、120公里的，这样我从我的老家去什么阳朔还可以打个来回呢，不用另外充电。这是我的想法啊。可能买这样一辆老头乐，这个续航比较久的，要超过1万块钱左右吧，人民币，也就是美元要1000多。真的，如果买一辆老头乐，是不是好主意呢？当然，我想买一辆从设计来说比较时尚一点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冬天是挺冷的，有的时候冬天下雨啊，特别冷，所以我想，如果是买一辆老头乐呢，能够遮风挡雨，应该更好一些吧。这次我回来主要目的啊，除了照顾我母亲之外，然后我就想把所有的入籍的文件把它准备好，带到德国去。回到德国之后呢，我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领事馆去把我的材料，还有那申请表什么之类的上交上去。哦，对，德国我还要去办理无犯罪证明之类的，这个我肯定也需要。反正我告诉大家吧，作为过来人啊，恢复国籍这手续还是挺麻烦的。为了不折腾自己，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住在海外，没有必要入籍的话，还是不要入。我为什么现在，你看我入籍了20多年之后，我反过来又想恢复中国国籍呢？虽然我入了国外的那个国籍，但是我从来没有过，我拿了德国护照就把我自己当成德国人了，绝对没有任何1秒钟。当时呢，德国护照真的就是为了旅行方便，因为你们知道，20多年前中国护照旅行呢确实很不方便，即使现在相对来说要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国家也只有那么几十个，要比德国护照还是差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想拿回中国身份，因为我在德国没有归属感，真的没有。特别是这些年来，大家看到啊，像德国这种西方国家，与很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相对来说啊是走下坡路的，而且今后它的未来不明朗。特别是经过这2年的俄乌危机之后，这个态势更明显了。一个是欧洲不再那么安全，另外一个欧洲，特别是德国被美国割韭菜，没有了俄罗斯便宜能源，然后呢，德国的工业出走的出走，倒闭的倒闭，还有一些在苦苦挣扎下去，能够挣扎多久我也不知道。在德国，去工业化已经形成了趋势，不可逆转。因为产能一旦外移了，你想要它回流几乎不可能，因为德国刚才说了，没有便宜能源。而且今后我相信啊，欧洲的国际环境会越来越差，因为中东危机我们不知道会打到什么程度，对吧？俄乌危机我们不知道它的后续影响怎么样，这些呢都是不明朗的，都是定时炸弹。还有另外3、4年前我就说过了，欧洲还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定时炸弹，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宗教冲突，可能会发展为宗教战争。这不是耸人听闻啊，因为欧洲本土人他们的人口比例和另外那个教他们人口比例完全不一样。另外那个教他们特别能生，对吧？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而欧洲本土人他们相对来说可能人口越来越少。另外我还发现整个西方国家他们的人口素质绝对是下降的。任何不同意我的人，你们在那里多待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你待个3年5年，真正的融入或者试图融入西方社会，你肯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就是人口素质西方是越来越下降。像德国就更加了，一个是大麻已经合法化了，另外一个呢，每12个月每1年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性别，这整个社会会乱套啊，对吧？大麻可以麻痹人的心智，然后呢，通过麻痹你的身体，你的那个毒瘾越来越大，可能吸大麻之后你不满足了，然后呢会要更强烈的那种毒品，这样一点一点的腐蚀你的身体，然后呢腐蚀你的心灵。另外社会各方面的冲突越来越多，比如说刚才说了宗教方面的冲突，然后呢那个宗教的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相对来说不那么注重自己的教育，所以在学校他们的孩子占多数的情况下，这个老师连维护课堂秩序都不可能，还怎么教孩子知识呢？对不对呀？你看有每次德国学生他们比赛这个评比是全世界的评比，就知道德国的成绩并不好啊。最好的还是东亚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什么中国啊、新加坡呀、日本呀、韩国啊，甚至中国香港啊等等，都远远的超过西方那些国家。西方的国家好像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应该是芬兰还是哪个国家吧，其他的都比较差。像什么德国啊这种所谓西方大国啊，英国还有美国，他们的成绩都不好，说明了什么呢？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啊，德国的经济、德国的工业、德国的科技还会下滑。西方当然差不多，除了美国之外。你看现在创造发明是不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少？刚才说了，除了美国之外，而相对来说中国越来越多。而且我发现中国的什么科技啊、军事这几年真的是大爆发的阶段，特别是科技的爆发，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说到科技的发展，军事啊，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刷到了一段视频，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在中国专利局啊有这样的专利，垂直起降直升机，这完全可以1:1用到军事上。也就是说，你美国有的直升机，军事用途的，中国也有，而且中国这垂直起降它的功能要比美国的更先进。你看中国的科技在一个一个突破，一个一个在领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人很聪明，另外说明中国的教育硕果累累啊。以前很多人说，包括公知，也包括西方人，中国人只会死记硬背，没有创造性。你看中国现在一个又一个发明，是不是啪啪的打西方的脸呢？我们本期节目最后，我想说一点消极的东西。当然，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好，也有不好的。比如说，我认为啊，可能我们小的地方山高皇帝远，我发现我们这里的政府的办事员隐性的腐败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呢，我可以猜测。比如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啊，但是有不少人，按理说没有什么大学文凭，对吧？那个工作也不是技术含量特别高，但是因为像这种部门可能有什么肥缺，比如说中央有政策有补助的，对农业方面的扶持，对吧？水利方面的、农业方面的等等等等，或者扶贫的款，能够真正到农民手里的少之又少。如果我没有夸张的话，比如说补助100块，能够有5块钱到真正到农民手里就不错了。那其他的90%的或者95%都被各个部门割韭菜了，截流了。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我观察呀，像这样政府的人员，真的如果他没有额外收入，他能买得起比如说几十万上百万的房子吗？绝对不可能吧，对吧？他能够比如说每隔2、3年换30、40万的那个车吗？而且是很贵的进口的车，没有其他收入啊。所以你这么一推算，就很明显，绝对是有贪污腐败。虽然国家领导说要大力打苍蝇打老虎，但是我怀疑或者我推论啊，我们这种小地方，这个贪污腐败仍然非常严重。我希望呢，引起至少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领导，还有引起中央的注意，看在什么地方能堵住这个漏洞，能够让中央好的政策真正给农民落到实处。最高领导层的政策绝对是好的，但是真正的执行下来，一层一层执行下来，那就大打折扣了。我是说，我怀疑啊，我没有点名道姓谁贪污腐败了，我只是通过我的观察，我这样分析，我这样分析绝对是有道理的。今天我就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是照顾我的母亲，然后呢是回来办所有的我恢复中国国籍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证件。这么大的事情呢，我肯定跟我的德国伴侣商量过了，他特别支持我。他虽然是德国人啊，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但是通过这些年来德国政府、德国政客的操作，他对德国政府意见特别大。原来他对德国这种民主很有信心的，但是呢，这2、3年来，他的信心已经动摇了。不是我给他洗脑，他自己来过很多次中国，他见过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从1999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到去年2023年，已经20多年了。他知道中国有什么变化，对吧？所以他相对来说还是很佩服中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支持我恢复中国国籍。那我恢复中国国籍了，我的德国国籍怎么办呢？
当然了，我知道我的德国国籍马上会失去，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保障，就是我可以申请德国绿卡或者德国永居，也就是说，我有中国的户口，同时呢，我想住在德国也可以，我想住在中国也可以，要比现在更加灵活。好了，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